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查说。今天我们来讲辉达之道的《NVIDIA Way》这本书。如果你在1999年投资$10,000买辉达的股票，现在会变成1320万美元。这不是中乐透哦，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问题来了，辉达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辉达是如何从一间差点撑不下去的小公司，到如今超越微软，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呢？辉达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这本《辉达之道》将揭露黄仁勋如何打造一间光速运行的企业，为何他敢公开羞辱员工，甚至靠一个白板打破传统的决策模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这本书，学习辉达之道如何从0到1，甚至到无限可能。首先，辉达的公司它的文化非常特别，就是组织极度的扁平，每个人都会为了他人的努力而努力奋斗。你看现在辉达公司这么有名，但却一点也不自满，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公司的文化制度使然。其实很多公司一旦成名之后，就会开始感到自满，原因在于员工的焦点不是在帮助客户或是产品的创新，而是要帮忙公司内部的主管继续升官发财、发光发热。这点其实大家都很好理解，毕竟大部分的公司文化都是这样的文化，但这并不是辉达公司的文化。黄仁勋甚至说，他对付案件伤人或者是表里不一的职场文化，他都采用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公开指责，直接给对方难堪。因为当对方难堪个1-2次之后，就没有人敢乱来了。那黄仁勋小时候非常聪明，他曾经在小学跳级过一次，后来又跳了一次，16岁的时候就高中毕业了。而他也很擅长利用他自己聪明的优势。他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念电机系，班上只有3个女生，所以他搭讪的台词就是你想看我的作业吗？而他也因为这句话呢，幸运的找到了他现在的老婆。1993年，辉达正式诞生。不过最重要的课题是找资金。当时黄仁勋还在一家公司工作，叫 LSI Logic。当他向这间公司提出辞呈，想要创立辉达的时候，他公司的经理马上带他去找一位执行长。本来希望这位执行长可以说服年轻的黄仁勋留下来，不要走。但没想到这位执行长听完黄仁勋对新一代图形晶片的愿景之后，反而没有说服黄仁勋留下来，而是问了黄仁勋他可不可以投资。感觉光从文字的叙述，你就可以体会到黄仁勋他是一个多么有魅力、多么具幸福力的人。就像 Steve Jobs 一样，他在讲述自家苹果的产品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不过一开始辉达的创业之路呢，并不是非常顺利，因为辉达一开始研发出来的 NV1 显示镜片，在市场上的定位并不是很明确，有点过度设计显示卡，添加了一些根本没有人在意的功能，而且在相容性的处理上面也没有很好，所以使得消费者认为产品的性价比没有很高，当然也就卖得不好。当时有一款游戏非常受欢迎，叫毁灭战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但是毁灭战士竟然没有办法搭配 NV1 的显示晶片去执行。应该说 NV1 在设计上，像是音效的部分没有办法去配合这款游戏，所以就导致在玩家心中这款显示晶片的表现差强人意。后来在历经了 NV2 的失败之后，黄仁勋决定推出 NV3， 并将这款 NV3 晶片命名叫做 Riva 128，全名叫做 Real-Time Interactive Video and Animation Accelerator， 叫做实时互动影像动画加速器。黄仁勋想要造出当时在世界上最大的晶片，尽管当时辉达公司的营运状况没有很好，但他们仍然决定要孤注一掷。而且他们也汲取了上次 NV1 的教训，把不相容的问题给改善。虽然在资金不够的状况之下，
在产品上的测试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辉达还是很成功的造出了这个 MV3 Riva 128晶片，改写了辉达的历史。而黄仁勋呢，本身他就是一个戏精。有一天，他在员工餐厅召集全体的同仁，要向大家宣布事情，他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张纸，并且念出了纸上的金额，并向全体员工说：“我们在银行里面就剩这么多钱，因为不是一笔什么大钱，可能就只能再支付员工几个星期的薪水，所以有一些新进的员工就开始紧张起来。”结果黄仁勋又从口袋里面掏出了另外一张纸，并向大家说：“这是一笔来自某某系统公司的订单，总共订了3万组 Riva 128。”顿时员工餐厅就爆出欢呼声，也让员工的心情呢洗了一个3温暖。是不是觉得黄仁勋很懂人性呢？而同时，黄仁勋他也是一个非常注重效率的人。辉达公司的工作效率叫做以光速工作。为什么叫做以光速工作？因为黄仁勋希望辉达公司工作的成果只会受到物理定律所限制，而不会被其他像是办公室政治或者是相关的财政问题等等所限制。就像那时候在研发 Riva 128晶片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图形晶片呢，从设计阶段到真正上市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但是辉达公司的营运可能只能撑9个月左右，所以黄仁勋就想出了他所谓光速前进的方式。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知道传统的晶片生产过程是要把晶片的原型打造出来，然后才去设计软体驱动程式。那为了节省时间，黄仁勋就下令在晶片完成之前就要开发驱动程式，颠覆了一般的传统流程，所以呢就可以把整个上市的时间提前了1年。黄仁勋呢，为了提前这1年的时间，黄仁勋也投资了100万美元在一个模拟机上面，因为只有这种模拟机才能够在晶片还没有造出实体之前就可以设计出软体。不过他也很乐意把这个金钱花在刀口上，因为这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产业是多么的竞争，稍微一个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人家抛诸脑后。而黄仁勋自己也坦言说，或许有人比我聪明，但一定没有我努力。他的努力程度，全公司的员工众所皆知。所以努力这个要素呢，也成为辉达公司的文化。书中有提到，辉达公司常常一周工作60到80个小时，也就是几乎天天工作12到16小时，而且假日也常需要来工作。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非常大对产业的热情以及公司的文化，才能够支撑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毕竟对我们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以上就算是加班，而辉达的文化是一天12小时以上，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不过也不得不说，在科技产业，尤其是像当时辉达这样的新兴公司，如果有超过1次的不良决策，或是不尽人意的产品发表，就有可能导致公司破产。这一行就是这么竞争。那在这里要提到，曾经有一间公司叫做 3DFX， 也就是跟辉达一样的晶片设计公司。3DFX 想要打败辉达，于是 3DFX 对辉达就提出了专利权侵权诉讼。结果辉达根本不甩他们，反而加紧速度研发晶片，每6个月呢就推出一款新的晶片，而且品质又很好。结果 3DFX 呢，因为抵不过竞争，产品卖不出去，现金又烧光，后来就只好申请破产。而辉达也趁机把 3DFX 的专利和资产，包括员工等等一起买过来。那些被挖角过来的工程师呢，本来很好奇到底辉达它是怎么在6个月就推出一款新的晶片，没想到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只是辉达公司真的非常拼命的努力工作。那么看到这里，你可能脑中会浮出个想法，就是辉达跟台积电不是都是做晶圆的吗？两者有什么差异呢？这边我们简单帮大家科普一下，虽然书中没有写到这些，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更理解这个产业，
我用我自己的话简单整理给大家。首先，辉达确实是晶片公司没错，但它的核心在于设计跟技术创新，而台积电呢，主打的是制造跟工艺。那辉达它是没有晶圆厂的无晶圆厂，叫做 Fabless。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设计 GPU， 也就是绘图处理器，还有 AI 加速晶片、资料中心晶片等等。而台积电呢，它是有晶圆厂的，专门做晶圆代工，英文叫做 Foundry。所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像是你如果是经营一家餐厅，辉达就是负责设计菜单，而台积电就是负责把菜给做出来。所以整个晶片产业是这样，通常辉达会设计晶片，然后交给代工厂，像是台积电生产晶片之后，再销售给 OEM。OEM 就是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也就是原始设备制造商，像是华硕啊、戴尔啊这些。那些制造好的 GPU 绘图处理器会被加工、安装，然后变成完整的一个显示卡，然后显示卡就会挂上 OEM 厂商的名字，在市场上销售。而台积电的角色呢，就跟刚刚提到的一样，它是接收来自无晶圆厂，像是 NVIDIA、苹果的设计订单，去进行生产，把晶片给做出来。这样我们是不是比较理解这整个行业的脉络了呢？还有我们一般常听到啊，像是辉达的 CUDA 是什么呢？在书中也有稍微的解释一下。那我这边用比较简单的解释来说明。简单来说， CUDA 的中文名称叫做统一计算架构，英文全名是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是辉达所发明的一种晶片程式模型，让一般人可以用常见的程式语言，像是 C 语言、C++、Python 来写 GPU 的程式，而不用学很难的图形专用语言。如果我们从头说的详细一点的话，就是 GPU 图形处理器呢，它是专门用来处理游戏画面、3D 绘图等视觉效果的，但其实它还能够用来做非常多的非图形应用。所谓非图形应用，就是使用 GPU 来进行科学计算，或者是医学影像分析、天气预测等等，而不是单纯画图或者是显示画面。比如说，它可以做大气层的气流模拟，预测台风如何移动，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做 MRI 核磁共振分析，所以医生可以用来诊断疾病。那也可以当做 AI 的训练，让人工智慧可以更聪明。但是这些计算呢，通常都很复杂，一般电脑的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很难去高效处理，因为 CPU 主要是用来执行单一步骤的计算，比如说开启 Excel、写文件、上网等等。CPU 适合的是顺序计算，也就是 Serial Computing， 但 GPU 图形处理器可以同时处理数千个计算，适合并行运算，也就是 Parallel Computing， 所以它在这些大规模计算的应用上会比 CPU 快非常多。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参考网络上之前做过的一个实验，叫做 CPU 跟 GPU 的比较，内容很搞笑，就是让 CPU 画了一个笑脸的时间花了非常久，然后 GPU 的话，它不用大概1秒钟的时间就把蒙娜丽莎这个画给画出来了。不过虽然 GPU 非常强大，但 GPU 本身它是为了画面的渲染而设计的。如果要让它执行像刚刚我们提到 AI、医学、科学的计算，它需要一个特别的程式语言。那为了让开发者更容易的使用 GPU 来做这些非图形的计算， NVIDIA 辉达呢就发明了 CUDA 统一计算架构，用来让图形计算这件事可以更为顺利。那这个 GPU 的应用变得非常的广泛，也让辉达不只是在晶片领域成就，设计 GPU 有成就之外，就连在如何衔接到 GPU 这个领域也很有贡献，可以说是一个很厉害的商业布局。但是 CUDA 因为走在产业太前面，研发的资本过于高昂，所以导致公司的毛利率下降。很多分析师对 CUDA 就抱持着怀疑的态度。那尽管辉达不断跟
分析师说明未来几年毛利率一定会有所改善，但是分析师所着眼的都是未来几个月后的获利，而非几年之后。其实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频道在讲的《无限赛局》这本书中提到的概念，也就是目标放长远。那辉达其实就是贯彻他们公司的价值观跟理念，它着眼的是长期的利益，以及CUDA对于未来的贡献。不管是在游戏的领域，CUDA也对商业、医学、科学的领域贡献非常巨大。但是毕竟还是要考虑现实面，因为科技业就是如此，日新月异。所以分析师这么注重短期的利益，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这个产业就是这样的竞争。但好的东西呢，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多科学人士就表示说，你可以花$100买一个 CPU， 然后用$2000买4个 GeForce 的显示卡，就能得到一个堪比一整排伺服器的工作站。这简直就是游戏规则的改写者，英文呢就叫做 Game Changer。那简单来说 ，CUDA 的推广就让 GPU 执行高阶运算不再遥不可及，而且也更便宜、更好用 ，CP 值变得更高。再来，我们来说说辉达公司几个标志性的特性，也就是辉达公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公司文化。第一个叫做白板文化，就是黄仁勋他会要求大家要讲事情之前都从一个白板开始说起，并且阐述自己的想法，从零开始。黄仁勋说，这样可以避免使用 PPT 简报，因为 PPT 简报会透过漂亮的格式，还有误导性的文字，让人去搞不清楚重点。那使用白板去阐述思考的话，哪里思考有问题，马上就一览无遗。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之前看过的餐巾纸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常餐巾纸思考也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说起，然后画出关键的结构跟概念，方便与他人沟通。再来，辉达著名的特色就是5要式邮件，就是黄仁勋他会要求主管们汇报目前优先处理的5大要事，以及最近在市场上观察到的现况，比如说包括客户的痛点、竞争对手的活动等等。每天黄仁勋就要阅读大概100封的5要式邮件，而且会立即回复，用非常简短的话立即回复。所以呢，很多员工都说他们不会在星期五发送邮件，因为如果星期五发送邮件，员工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享受周末。那通常员工发信件的时间是周日的深夜，这样一来，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工作。那更夸张的是，每次黄仁勋休假的时候，其实都是员工最害怕的时刻，因为每次黄仁勋都会在休假时的旅馆当中写更多的电子邮件，让员工的工作量变得更大。之前有一些公司的大佬就曾试图劝说黄仁勋好好享受一下度假生活吧，没想到黄仁勋说他觉得在度假的时候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那再来，一般员工在周末的时候，员工都会被要求在2个小时内就要回信，如果没有办法回信，你必须让团队知道为何你没有办法回复的原因。那我想说，这样子如果是去看个电影，是不是也要特别讲一下？那就是因为这样子近乎疯狂的加班文化，成就了现在的辉达。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有在新闻报道上面略知一二，就是辉达的 GPU 被广泛的运用在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领域，而 CUDA 更是成为辉达雄厚的护城河。那2022年底 OpenAI 推出了现今最火的 ChatGPT， 短短2个月的时间，因为它惊人的表现，让它的用户就迅速突破了1亿。你可以叫 ChatGPT 为你写诗、作词、制作食谱，或者像我常常问他很多问题，各种疑难杂症，他都能给我很满意的答复，还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而到了2023年，生成式的人工智慧需求大大的增加，辉达就是一间唯一在产业当中完全准备好支援 AI 产业的硬体制造商。可以说黄仁勋是一个很懂得判断市场的人，不管是从一开始的游戏市场到现在的 AI 商机，都可以精准的抓住机会。而未来呢，黄仁勋说数位生物学的领域
会非常的有前景。也就是我们可以将药物的制作化为一个软体的问题。比方说你今天喉咙痛，你就输入喉咙痛，然后软体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分子去治疗你的喉咙痛。这绝对不是科幻哦，而是未来透过数位生物学的领域，加上人工智慧的演算，还有 GPU， 绝对有可能实现的事情。好的，那么以上就是针对《辉达之道》这本书的简单解说，书中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去买来看看。如果你还喜欢我的频道内容，还请欢迎多按赞、订阅、分享理查说这个频道，或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心得。那我们下本书再见，拜拜。